我们有一个五毒中有一毒叫慢毒，每个人都有，别以为你没有啊。凡是说我怎么可能有慢毒呢？你一定有慢毒，因为这句话就是慢。非常傲慢的说，非常自信的说，我怎么可能有慢毒呢？我是什么人呢？北大毕业的高级工程师，我怎么可能有慢毒呢？那都是下里巴人才有的慢毒，我不可能有。嘿嘿嘿嘿，这句话就是慢毒，就是傲慢的表现，自大的表现。所有人都有慢毒的，你不可能没有。慢毒就会障碍着我们对佛法、佛陀和上师们的真爱、珍惜和疼爱。傲慢是阻挡我们走进上师、接受上师的教导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障碍。相当多的人就死在这个慢毒上。明明知道这个师傅还可以，不错，但是就是拉不下面子，放不下身段。你去请教一下能死吗？不啊，我什么人呢？我怎么能请教他呢？我北大毕业的，我清华，我高级工程师，我县长，我教授，他才是谁呀？一个山洞里面破破烂烂的一个修行人啊，我能开着宝马去向他请教？不可能，就是自己的傲慢阻碍了自己的学习，当面硬生生的错过了千载难逢的一场姻缘，一场法缘就被他的傲慢所错过。那么这就太多了。上师的教导不好好学习，很多时候也是傲慢，总觉得自己了不起，我的理解比别人强，别人读3遍，我读1遍就够了，我怎么能需要读3遍呢？我是什么人呢？他们下里巴人当然需要读3遍了，我不需要，我1遍就可以了。这就是傲慢，导致学习不进去，不愿意放下身段，好好的学上个10年8年，他做不到。他每次逼着他学习，都是眼睛一扫过去了，懂了，好了，知道了，行了，可以了啊，做出我是天才的样子，我的理解力很好的样子。其实你的理解力一点都不好，你一点都不天才，但那完全是你的傲慢让你装出了你优于他人的样子，你比他人更有理解力，你比他人更懂，你比他人更什么？其实你一点都不更，你还不如他人呢。但是你的傲慢阻碍了你，使你不愿意放下心，沉下心来，放下身段，好好的学上个3年5年，啥也别说，好好的学上3到5年，即使在此期间被上师刁难、批评、打骂，乃至于目视，你都不管。我不管上师目不目视我重视上师就行。我不管上师打不打骂我，打骂我他自然有打骂的道理。我就是一门心思学习，这样才能出来。那么现在有谁能够做到这一步？做不到的。为什么做不到？我们这个时代慢读相当严重。那么慢读相当严重又是怎么来的呢？来自于商业的奸诈。工商业时代把每个人的恶习都挑动起来，挑动起来干什么呢？完成他的商品销售。你一看现在的商品中大量的向妇女献媚的词儿，专门先挑动起、勾引起、培养起女人的虚荣心。
比如说他的广告词就是一个成功的女人怎么可能没有 LV 呢？这就是 LV 的广告词。成功的女人怎么能没有 LV 呢？少了 LV 的女人还能叫成功的女人吗？他就用这样的词来不断培养和挑起女人的虚荣心。有一些女人就坐不住了，对哦，成功的女人怎么能少一个 LV 呢？我是不是成功女人？好像是耶。那既然我是成功的女人，我怎么能少个 LV 呢？对哦，这话讲的真对哦。第一次听不觉着，这回家往床上一躺，仔细想想，这句话怎么这么对呢？太对了，明天我就去买一个。是啊，成功的女人怎么能没有个 LV 呢？我们一上大街，大街上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广告：成功的男人怎么能没有宝马 X7 呢？那个成功的男人回去躺在床上一想，对哦，我是成功的男人吧？是，那我怎么能没有一个宝马呢？没有宝马的男人还能叫男人吗？好，那明天我也买一个去，就不断的挑动、培养大家的自恋、自大。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被商业文明欺骗、诱骗、挑起最大的贪欲和傲慢。每个人都无比的傲慢，每个人都无比的虚荣。其实我们就是个普通老百姓一个，你有什么值得傲慢的？我们就是一个爹妈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培养大的一个普通百姓而已。你以为你是谁呀？但是我们被这些商业包装、商业欺骗的人人都成了女人，成了公主，男人成了王子，每个人都有被培养出了巨大的膨胀和傲慢。我们这个时代是最膨胀的时代，就一普通小民傲慢的不得了，让他放下身段简直就像要他命一样。过去人特别尊重知识、学问和圣人，现在是最不尊重知识、学问和圣人的时代。过去我们见到圣贤，见到君子，见到有知识、有学问、有品德的人，我们立即就降下身段，追随他们，觉得就应该这样。现在要是遇到一个圣人，遇到一个君子，遇到一个有知识、有学问、有品德的人，我们十分难于降低自己的身段。我们在潜意识中总是有一种我也比他不差，我凭什么要拜他为师？我凭什么要追随于他？我在某某方面我也不差于他，想尽一切办法拉低他，抬高己。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相当普遍的一种毛病。你要让他降下点身段，那简直就像要了他命一样。因此孔子就说过，君子有三畏，但我们现在三畏一畏都没有了，既不畏圣人之言，也不畏君子，更不畏天命，我们都不畏了，变得无法无天，变得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想，什么底线红线都可以预约。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无知者无畏的表现。所以在这个时代，那么再重新给自己定位，狠狠地往自己灵魂深处看几眼，看看自己到底是谁。其实我们就是一肚子糟糠的一个普通人，我们既没知识，也没品德，也没学问，也没修正，也没有智慧的这么一个极度普通的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理由去傲慢和自大。每个人都要降下身段，该学习学习，该追随圣贤追随圣贤，该追随君子就追随君子。
这样的时代才是一个健康的时代，才是一个文明的时代，而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虚幻的自大和自恋中。这种虚幻的自大和自恋终究是要戳破的，戳破以后呢，除了我们剩下了一身的丑陋，什么都没有剩下。一旦我们的虚伪，一旦我们的面具被揭开以后，往内一看，我们只剩下了一堆垃圾，一堆丑陋，我们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真相必须被我们早早发现，越早发现越好。发现以后，沉下心来，降下身段。那个宝马是没有用的，那个毕业证毫无用处。好好的把心沉下来，身段放下来，追问我这一生的意义到底在哪？我这一生的价值到底在哪？我到底为什么活着？